为什么要让原来负责旅途计划？什么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能力啊。有能力的人有很多。是，有能力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原来提议的，整个过程也是原来定的，那当然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说来有趣，我也就是最近无意间发现 ，SN 好像多了一个大股东，姓顾，而且恰好是在飞图与 SN 达成海外合拍协议之后，成为 SN 大股东之一的。怎么？你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姓顾的吧？我不在乎那个人是谁，我只在乎他会不会伤害到原来。你是不是想多了呀？谁会伤害他呀？竟然，和你坐在这儿，让我想到了那年夏天，你和我还有 Alex 在迈阿密度假的时候。那一年，你非执意让 Alex 带病去参加那个什么夏令营，结果呢，在夏令营里面病得越来越重。我不过就是觉得一个男孩应该锻炼锻炼，我想让他快点长大。再说，我不想让我离婚的事影响到他。Alex 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行啊，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又是那一套，什么他现在经历的，你以前都经历过，是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日本陪他？竟然，其实呢 ，Alex 长大了。对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他来说，我这个妈妈已经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有个好爸爸，能够给他一个好的榜样。Alex 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你，我觉得在他眼里，我这个亲妈都不如你。我会找机会去日本看他的。原来也去吗？当然。竟然，你跟我去日本吧，我们一起去日本吧，好吗？那里有我们共同的事业。你我之间是战友，是好的合作伙伴。我希望我们两个以后会是更默契的朋友。只要你愿意，我们永远都是战友。我永远都是你最信任的朋友。到现在，日本的公司我还给你留着职位，我等着你回来。其实，在我离开日本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和过去的一切说再见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想？如果你喜欢旅游产业的话，我们可以开旅行社，我们可以开几十家，全国都可以开，全世界也可以开。你要是喜欢中国，我们可以在中国开分店，每年都回来几次。我回国，看重的不仅仅是国内未来的发展，同时我也是为了一个重要的人，我希望改变一种生活方式，去为他改变。竟然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自从那件事之后，我们就被紧紧地绑在一起。那些过去的事情，它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如果他知道你以前做的那些事，你觉得他还会接受你吗？那些都是过去，即便他接受不了，我也会一直这么等下去。这种平淡的生活你会觉得无聊的。我等着你无聊的那一天。不会有那一天的。话不用说的那么满，我等你。你在这站了多久？
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忽然有点想你了。你是不是喝酒了？你刚刚和他在一起啊？原来我好怕。你怕什么呀？你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胸有成竹、运筹帷幄吗？你高看我了。其实我也有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。比如说你，我担心我自己用最大的努力，最后仍然没有办法将你留在我身边。我担心我们两个相恋10年，最终抵不过的是那些是是非非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很怕，因为我对那些发生的过去无能为力，这才是隐藏的我。我担心你知道那样的我之后会选择不要我。不会的，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今晚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谢怡姐，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咱们组啊是全公司第1名，而且总监说有加薪呢。你看，平时辛苦加班，领导虽然不说什么，但全都看在眼里的啊。总监估计很快就要找你谈话的。再说了，咱们副总监的位置空了那么久，早该让你顶一下了，对吧？哎，总监来了。艾米，啊，你们俩一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啊，好。谢谢总监。走吧。心怡，来坐。总监，我听说季度考核结果出来了，你们小组这次成绩是真的不错。我刚刚跟每个组员都谈过了，该提升的提升，该加薪的加薪。当然，这次好成绩跟你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。谢谢总监的肯定，我们会再接再厉的。正所谓胜不骄，败不馁，继续加油。哎，你还有事吗？总监，我不明白，我拿了第1，我的组员都得到了升职加薪，难道公司对我只有一句继续加油吗？公司一直对你是有意栽培的，否则也不会把大区经理的位置留给你，对吧？当然了，你不接受是另一码事，公司尊重你的选择，毕竟你迎来了你人生新的阶段。我明白了。说来说去，因为我怀孕的原因，所以我失去了升职加薪的机会，是吗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升职公司是跟你提过的，是你自己拒绝的。至于薪资嘛，你现在的薪资已经是这个级别的最高标准了，再怎么升呢？不然，你就去跟人事部谈一下吧，看看他们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薪资标准。
我拒绝大区经理的职位，是因为那个职位需要频繁的出差，而我现阶段无法胜任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不可以在原来的组织架构里面继续前进。原来的组织架构？你说的是副总监吧？的确，目前副总监的位置还是空缺的。我也不瞒你说，在你收到大区经理的调令下来之前，你一直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但是，公司努力的员工特别多，我们必须确保给每一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。公平竞争？难道我的成绩不是公平竞争得来的吗？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你的情况我会跟领导再协商一下。你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，我相信机会还会有很多的。喂，你叫我过来不会是让我看你现在技术到底有多差吧？今天搞活动，美女打球半价，这么好的事情，我当然得跟兄弟分享，以慰藉你寂寞无聊、心仪加班的夜晚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人对半价的东西不感兴趣。半价的原因无外乎2种：一，质量差的残次品，急于销售来减少损失；二，就是那种外表华丽，为了让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陷入陷阱。你还能好好说话吗？我就是在好好告诉你，占便宜这几个字不会出现在我的字典上，这不是我的风格。知道了。哎，就是你，一看就是已婚妇男的气场，带衰我的桃花运。根据我的观察，心有所属的男人会对异性的吸引力大幅下降。哎，我再上一层，是沈双双喜欢我，而我的心是属于这片花园的。那做兄弟的也送你一句话：你的这片半价花园，总有一天会害死你。嘿，当初可是你让我趟上沈双双这趟浑水，要不是我奋不顾身替你去相亲，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桃花奶奶呢？你替我去相亲，我应该谢谢你，我还拿了2个镜头做代价呢。但是我怎么不记得我让你去爱上她？谁说我爱上她了？你不要散播谣言啊！自己刚刚陷入围城，恨不得所有人都为你陪葬。我必须得重申一下，我不是陷入围城，我是幸福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你永远不会理解2个人的相思有多么的甜蜜。而且一会儿心仪她，等等，先别打1号球，打5号球，那个我觉得更容易一点。哎，真棒！喂，原来，集团董事会的王总今天刚刚抵达上海，出于礼貌，我想我得去拜会一下。这样一来，我中午就来不及跟你和林珊开会了。我看要不然采购的事情你直接跟他对好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已经把新的预算发给你了。是这样的，抛去基金会、旅游局、电视广告等一系列的开支，70万的预算能购买7万棵树苗，覆盖的区域大约是在4万平方公里。怎么会才有7万棵树苗？市场上3年期的树苗只要不到5块钱，我们怎么要花1倍的价钱去采购？那这里面其他的开支竟然占到了总预算的1半吗？没办法，各种流转的环节太多了。宣传和物料我已经做到最低了。不过你说，预算的总数字，文总他会有意见吗？我觉得，要不然我跟文总再去申请一下吧。喂，喂，清然，再追加130万，
总共200万的预算来做树苗采购。你说什么？喂，能听到吗？哦，还有，移植海湾原产地的成年果树可以形成自然景观，拿这个去和蓝镇当地政府谈吧。嗯，好的。那你那边没问题的话，我就以这个价格去跟林山沟通了，好吗？还有一件事情，注意身体，劳逸结合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为什么不接这个案子？这个男孩有全套的设计图纸，很明显就是塞恩斯公司剽窃了他的设计啊！就算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案子赢面太低，这些图纸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证据。就算赢了，那个设计师也付不出多少报酬。更何况塞恩斯是个大集团，我没有必要为了一棵树而对抗整片森林。可我偏偏就喜欢挂死在一棵树上。亲爱的，外滩有家新的法式餐厅开业，今晚有没兴趣？别说你要加班啊，位置我都已经订好了。我已经吩咐厨师，所有的菜品是全手。我同意您说的，我觉得价格就改成200万吧。好，既然已经说过了，之后就由他跟林珊直接沟通。行，好。就这样啊。好。对不起，严总。郭小姐，这是急着去跟林珊开会吗？嗯。金然呢？数字都跟他核对过吗？他去见集团董事的人了，数字跟他已经核对过，没有问题。好，到时候你跟林珊开会要有什么问题，你跟我说。我跟林珊是死党，这点面子还是会给我的。好。我走了啊。里面请。先生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求婚戒指有没有特别一点的？啊，这是我们的最新款极目系列，不仅非常闪耀，而且钻石的每一边都有独特的含义。您送给女朋友啊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就要这款了，10号大小，帮我包起来。好的。丁昂，
果小心地把爱深藏，不为你勇敢痴狂，我就不会在此刻难言悲伤。以为足够能把你淡忘，重逢可以像老友一样，那故作镇定的假象，在一瞬间穿帮。愿你在说谎，骗自己能丁儿，丁儿，出来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了？那我要为我们俩弥补一个成功的求婚仪式。那我们不是都已经领证了吗？没求婚，会有遗憾。你知道我其实不在乎这些的，但是我在乎。但其实丁儿，我真的是……其实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我知道你对于身份的改变有所顾虑，你会想的有很多，你会想到很多不确定因素，而且你也担心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会带给你困扰。但是你想想，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接触到婚姻，难免会遇到一些磨合的问题，是吧？我知道我不够好，但是我会去努力做一个好的丈夫，我会努力去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。心怡，我想当你的家，你不会再孤单一个人，以后有你的地方我都在。徐心怡，嫁给我吧。在城市里寂寂无名，别否定若是有一个人动情，不能靠另一个人的牺牲。自卑的逃避只会让一切归零，人总是非要有些失去才换来点自信。上下要对称，不能靠小聪明。如果只为输赢，最后剩下的只有孑然而去孤独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要走过，咱们能看到最美的烟火。就像你说的，婚姻这条路我们谁都没有走过，但我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世界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用交易来等价交换的。
从美籍收购那件事之后，我们2个人就被牢牢地绑在一起了。那些过去的事情永远不可能过去的。原来他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觉得他知道你以前做过的那些事，他还会接受你吗？因为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会做过分的事情。竟然，我爱你。原来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从我身边离开了。你明天晚上干嘛？一起吃饭好吗？好啊，去哪儿吃？我等你，明天见。竟然，走，什么事？我觉得这个第3季的财务报表有几个数字不太懂，你帮我解释一下。怎么了？靳总，您约的人到了。啊，你让他们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关于第3季度财务报表，我想季总那边应该会比我更清楚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让温雅帮你约一个会，你可以跟季总面谈。我约了重要的客人，先失陪了。星爷，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孩子都快出生了。我可是牺牲了我的午休时间特意赶过来的，省点笑量好不好？没吃饭吧？来，给拿饭。我看是你饿了吧？快去吧你。好，咱俩说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高效率啊！说求婚就求婚，说结婚就结婚。不过这个丁阳也太不仗义了吧！求婚那么大的事情，不叫上我们几个朋友来围观围观，是不是太不仗义了？那么想看求婚啊？找静然去啊，这静然浪漫起来不比丁阳差的。哎，他人呢？他工作忙着呢，说今天晚上要找我吃饭，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。我们家丁阳跟我求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。真的？真的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你好。我要一杯卡布奇诺。好。所以呢，他们通过很多的途径，然后稍等推断出种种线索。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那你看这里，那 KNW 是怎么赢得这场官司的？先生，因为法官采纳了他们的证据啊。你看这里啊，先生，还有这里，还有您这一条的咖啡，这就是赢的关键。所以说他是这样推断出来他主观知情的。对啊 ，KMW 通过邮件往来的内容啊，
好，推断出谢谢。被告对侵权一事是主观知情并有意为之的，所以法官就采纳了他们的证据。这样呢 ，PMW 最后就赢得了官司，明白了吗？你再仔细看看，这些证据之间呢，他们都有关联的，所以他们利用到这些证据之间的关联，知道了吧？双双，早上给你那2份合同改好了吗？我上午就发给你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收到。你现在上去再发一遍给我，我急着要用。现在是午休时间。赵律师是吧？一直有听双双提起你。我叫 Peter。Peter。你的朋友好大力啊。做公关公司的吗？哦，之后我有些女客户要招待，一定要找你帮忙。赵律师，这个就是我前天跟你提到的 Peter， 亚洲前10律师事务所 KNW 的合伙人。前2天我的花都是他送的。哦 ，Peter， 你不要介意，我师傅他就是这样，平常呢喜欢开玩笑，然后脑子也不太正常。我这英文名是我师傅 Michael Lee 给我取的。赵律师，幸会。哇塞，原来你的师傅就是那个战无不胜的大牛 Michael Lee 啊！果然爱民师出高徒，你好厉害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师傅就很差吗？至少我有一家律师行，我父亲还是院长，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民法考第1。我们继续聊啊。好。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点，你记住。还有这里。沈双双，你是几个意思啊？你怎么随便拿公司的资料给别人看？赵承志，你再仔细看一看好不好？这个是2016年 KNW 替塞恩斯公司打的侵权啊，搞清楚好吧？赵律师，这个资料是我带过来的，双双她有兴趣，我也正好有空，就一起讨论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案子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要是我参与你们公司的案子，你会开心吗？23分06秒，午休结束，差1秒回来，我就罚你。脑子崴的了。可能画面再收一点。好的。对，再收一点。没有问题。哎，怎么样？哇塞，你这一身也太美了吧！我都忘了当年那个刚入校的时候丢了包包的徐心怡是什么样子的了。你还说呢？当年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就死定了。全部家当都在那包里面。对啊，我当时拼了命的给你追回来的，累死我了。真好看着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也把婚纱选了，反正你跟金然跨了嘛，咱们4个人一块结婚。你就净胡说八道吧，我还早着呢。不过我现在呢，还真是替你开心。难得你这个白骨精有不要命的唐僧愿意收，我恨不得现在就替你敲锣打鼓，高声欢唱。哎呀，满满都是羡慕的声音啊！哪有？我都听到你那颗恨你家的心咚咚咚的跳了。你就等着吧，到时候你就奶粉啊、尿不湿啊、宝宝啊，我就在朋友圈里面晒旅行、晒美食，你就羡慕嫉妒恨吧。放心，到时候我先拉黑你啊。哎，帮我看看，特别好，但我泡着肚子不行，挺好的。月来，你不要多心啊。我本来作为公司的股东呢，我是不参与这些具体的项目的。但因为林珊是我好朋友，他最近忙不开，所以我就是帮忙负责这个国本绿图计划。您本来就是我们飞图的股东和董事，没必要跟我解释那么多。这是我们飞图近1年来做过的所有100万以上的合作，您看一下。一共16个项目，有10个都是静然主导的。他果然还像以前那样出类拔萃。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参与并购的项目有23个，资金大概超过500亿美金。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日本的事情。
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低调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在职场嘛，你要是不吆喝，老板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的价值？你说是吧？也不全是吧。我觉得只要努力做事，老板还是看得到的。我记得当时他做的最出色的就是帮汉光收购了美极。美极当时是一家新兴的科讯公司，市值有540个亿，他用了160亿就收购。消息公布当天，汉光的股票涨了120%，竟然就是竟然，挺厉害的。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职场嘛，收购的这些事儿，总免不了一些血雨腥风的事，不太适合你这样单纯的小丫头听。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细节吧。塞恩斯的侵权案，我做了一份和解方案。我不是说过不接这案子吗？你不想接，无非就是2个原因：一是不赚钱，二是怕得罪塞恩斯。我查了此前的记录，哎，就是你上次在餐厅见到的。2016年，同样也有一个设计师告塞恩斯侵权，他委托了 KNW 替他打官司，历时1年3个月，最后获赔了300万，同时要求塞恩斯向设计师登报道歉。判决那天，塞恩斯的股票下跌了5个百分点，直接利益损失超过了3000万。这跟我们接不接这个案子有关系吗？这个记录说明什么？说明塞恩斯有了前车之鉴的惨痛经验，不会再蠢到第2次掉到同一条河里，也绝不会愿意再打一次官司。如果那个男孩去找了 KNW， 那么对于塞恩斯而言，这又是一场噩梦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可以劝那个男孩和解，那么塞恩斯对我们肯定会感激涕零的。对塞恩斯这样的大公司而言，时间跟名誉才是关键。所以在这份和解方案里，我提出了500万，他们肯定不会拒绝的。10%的回报，我们可以拿到50万。这样的两全之策，师傅您觉得还满意吗？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是同意双双的提议。这个地方再来一个，做好之后交给我。好，拜托你了。Relax。啊，你过来一下。我想问你啊，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汉光收购美极的案子？汉光和美极公司，当然听说过了，那是圈子里著名的大 case 啊。当年美极公司被莫名其妙做低估值那么多，汉光可是捡了个大宝贝。估值还能做低呢？傻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当时听说那个汉光的大老板雇了一个牛人，就把这个牛人呢安排在了美极成为高管。在一次公司重大项目上，这位高管故意犯了错误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引发了山洪效应。最后呢，在短短1个星期内，公司市值被砍掉了2/3。2/3啊，什么概念？后来呢，汉光就趁机吸纳，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结局了。还可以这样啊？这可是商业犯罪啊！商业调查科都已经介入过了，可是不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来显示是这位牛人故意犯的错误。而且呢，在公司重大决议上，所有的签字署名上都是人美极老板Kevin的。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唉，最惨的呀，还是人美极老板Kevin。后来受不了刺激，自杀了。他太太也没过多久跟着一起走了，听说是得了抑郁症，就留下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，是个小女孩。你说说这一家3口，多可怜。